这是我的房租，这是我的家，这是我的通勤时长。想要低价大 house 还要上班近，上海租房容不下这么大的野心。但最近我注意到街边有这样的广告，6块钱18平，真的假的？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有集装箱出租吗？和租房一样，我打算实地看箱。顺着广告，我找到了一个集装箱厂家。这种是个冷库。疫情期间，那个时候到处买不到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运用这个冷库。这就是我们最标准的6块钱一天的。来了以后才知道，6块钱只能租个空盒子，想要有独卫和空调，那是另外的价钱。厕所、淋浴，然后化妆镜，17个平方，30块一天。其实比租房子还是便宜很多。对，那肯定。但是它是初级的，还有更高级的。这个算是集装箱别墅吗？我们称之为城堡，全智能的。哦天哪，它还有特效！这个它是不对外租赁，它只能说是购买。它其实挺舒服的。对，也不贵，大概也就2-3万块钱吧。2-3万块钱。这种定制集装箱大多被改造成民宿、咖啡厅、各种商铺，而前面我们看过的简易集装箱则用于工地的住宿和办公，它们都属于临时建筑。就像城市里一颗按需定制的螺丝钉，可以迅速拆除、搭建、四处移动。相比造一栋永久性建筑，这样更省时、省力、省钱、省资源。除此之外，临时建筑还可以用作应急设施，比如救灾帐篷、核酸亭、方舱医院。我刚刚想了一下，就是这个私人定制的我买不起，然后我打算租那个带洗手间、带空调的。可以呀。那我你放在哪儿？有地方吗？因为你要自己提供场地，我们给你送过去。哦，就现在就是没地的话还租不了。对。从目前的国家的这个体制来看，就说个人是没有办法申请一块临时土地，但是呢，单位或者集体一般来说是有一些特定的场所可以停放。这不巧了，沈女士在公司工区正好有个停车位。量了一下停车场的大小，跟集装箱正好差不多。我们的厕所就在旁边，接水电会很方便，所以我感觉停车场是一个绝佳的位置。这个是不是要问一下物业？那里面是承租方，你就找一下那个物业问我看。你集装箱要放在园区里面的话，应该是不行。集装箱一放，我们的生态道路停车呀，这个消防通道都会被堵住，就没有了，你知道吧？惨遭物业拒绝之后，我又询问了家附近的公园，不可以的。对，里边是不允许搭建呀、刻画圈画场地啊，任何东西都不允许的。甚至是真的在施工的工地，我们不允许，不允许的。我们事务局盖。哦。工地上面不允许。虽然每个工地都有住宿区，但考虑到人员管理和安全问题，一般是不允许外来集装箱停放的。好想有自己的地啊！现在是有家可归，但没地可放。感觉比租房麻烦多了。四处碰壁之后，我决定求助朋友圈，找到一个即将对外开放的绿色商办空间 Sea Park。在说明来意之后，对方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。这里就是我们工人住的地方，刚好可以放这里。它可以接下水或者接电吗？临时建筑其实没有预埋的一些管线，所以呢，它使用起来会有很多的困难。还好工地负责人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们会帮你们把那个头子全部拎出来的，电和水，还有下水，我们就直接帮你们全部布到位吧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开始搬家。喂，邵师傅你好。好，我就在门口等您。哦，我的家被吊起来了。
我的家完美落地了。水好了，可以做了。开工。它是一个坏了的花洒，你看，全是泥。总算收拾了有一个家的样子。暂停一下，这一切看起来都十分顺利，但其实，今天是住在集装箱的第3天，可能有点住不下去了。至于为什么住不下去，这3天的经历大概可以总结为5大难题。第一个，搬家当天下暴雨。我刚才看到上海发了一条紧急的资讯，大风加雷电，上海目前一蓝一黄预警高挂，本市大部地区将出现7到9级的雷雨大风。我发现就这个，如果是下暴雨的话，我的家现在还蛮吵的，是那种很大的雨滴滴在那种铁皮上的那种声音很大。虽然住之前早有心理准备，但集装箱的隔音真的很差，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脚步声。就是刚要入睡，它就有一阵，有听到吗？并且第2天起床的时候，更吓人的事情发生了。刚我在这边换衣服，然后那个门就突然开了，我就说谁呀？然后他说哦，里面有人啊。我说对。后面他就走了，吓死我了。接着是第3个问题，漏水。我觉得这个空调的水随着这个背景音乐越流越多。哎喂，我叫师傅过去啊，不用你解决。哦，那一般师傅他大概多久可以来？他今天就能来吗？像我们一般都是提前1天报，第2天才去的。我先问一下，如果说来得及嘛，我们就去，好吧？以及对我这个传媒打工人来说最要命的一点，没有 WiFi。欢迎致电中国移动。我想咨询一下，就是如果是个人，然后住在临时建筑像集装箱这样的地方的话，可以办理宽带吗？这个装不了，因为宽带都是那种标准地址，是光纤本来就是入户了的，要么你就是自己是定那种流量什么的。除了住起来不尽如人意，集装箱并没有广告上说的这么便宜。首先得交1万块钱的押金，租金上老板给我打了折，25块1天。但因为120天起租，所以是3000块，再加上1000块的运费，这次一共花了4000块钱。相比之下，一个私人定制箱只要2到3万，住起来还更舒服。在未来，它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经济适用房吗？我们确实可以花一定的代价去改造，但是这些改造的成本是不低的，并且对于这些舒适度的提升不会很明显。首先，材料会易老化。然后呢，你去修这些临时建筑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。除了改造和维护成本之外，住宅还需要考虑容积率的问题。因为集装箱没有地基，结构稳定性差，所以没办法建得很高，只能像摊煎饼一样遍地开花，住不了几个人，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。最后，我还是回到了能让自己睡个安稳觉的3000元小屋。拜拜，师傅，再见。但我也了解到，有些人并不像我一样说走就走，而是一直住在集装箱里。一共等于住了多长时间了？住了5年。住了5年啊？对呀。哇塞！刘师傅平常负责工程维修，省下的房租水电全都投资给了老家的住处。老家我给市里面买了一套房，家里自己就盖了一套房，用的挺好的呀，自由自在嘛。还清静。岁数年轻，多干2年呗。你那个养老险呗。周边还有很多和刘师傅一样的工友，他们来到上海打拼，处处节约，换来家乡的一套房，
又离开上海。城市更新离不开临时建筑，也离不开居住其中的人们。把楼房拆开来看，我们每个人好像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盒子里。我不禁在想，临时形容的应该是时间周期，不该以牺牲生存质量为代价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我是本期的策划阿贵，我是编导一健。同样是在大城市打工的我，居住条件其实已经比师傅们好很多了。但其实租来的房子也只是一个临时的住所，因为1-2年就要搬一次家，而且出租屋很难随心所欲的改造，像空调、冰箱、热水器这种大家电更是没得选，维修和更换都要看房东的脸色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临时的生活，是拼命赚钱直到有资格在大城市扎根，还是就直接回老家去过更安稳的日子。所以我们也不禁想说，房屋在除却商品属性之外，应该更多的为普通人服务。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……你懂的。一个家是生存的必要条件，也是对于生活的想象空间。就如同愿意给我们提供场地放置集装箱的 C Park， 纵使是生存于都市中的商业空间，也要把属于自然和人类的那份野性带入我们的生活里，激发我们的想象和创造力。最后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